夜深了，皇上要睡觉了，唤来太监给他脱衣服。此时出来一个黑衣人，要求皇上交出武林奇书《星邪剑谱》。黑衣人顺利从皇上的饼干盒里得到了这本书。黑衣人接着在皇宫内施展了陆小鸡的绝技灵犀一指，顺带还承认了他就是4条眉毛的陆小鸡。相信在座的各位应该是不会相信的，毕竟没有谁会这么缺心眼，蒙着面还报上自己的名讳。江湖传言星邪剑谱威力甚大，得星邪剑谱可得天下。我们陆小鸡也不负众望的被官府通缉了。瞅瞅这一屋子的人，全部都盯着陆小鸡一个人，我们还是叫他小智吧。小鸡还是不太雅观，毕竟他的报价可不低呀，10万两白银，5万两黄金，大家都等着靠他发财呢。接着小智就开导大家，文明社会和谐为主，瞧瞧大家多听劝呐。接着小智就过上了一群人给他当保镖的日子，就连上厕所也要跟着。小智签收了一个快递，这件血衣是由雪衣堂旗舰店发出的，穿上就得听命于雪衣堂，可以受到雪衣堂的保护，不穿就是雪衣堂的敌人，雪衣堂会杀无赦。多么霸道的售后政策呀！这个不服售后政策的人，大家瞧瞧这个后果。于是我们聪明的小智决定穿上这件风格独特的雪衣。快递员送完快递就被灭口了，小智被要求上车睡大觉，那还不从善如流。万眉山庄里边，西门狗蛋正在闭关，却收到了据说是小智给他的剑谱。此刻小克也在雪衣堂醒来，雪衣堂给小智下达了 KPI， 要求小智尽快取回剑谱，他们来给小智洗清冤屈。接着小智又过上了喝大酒睡觉的日子，睡醒了发现被雪衣堂安排了商务酒店，这服务还真是不错。西门狗蛋终于出关了，却发现自己的万眉山庄是一个子儿都没剩，全部都没有了，就剩下一个老管家。接着狗蛋家来了一个黑车司机，要带狗蛋去京城。小智这边闲着也是闲着，去了铁鹰赌坊热闹热闹。接着小智开了个 VIP 包间，邀请这个秃头大胡子单独。原来这人就是这个穿绿衣服小丫头假扮的，她是南平郡王的干女儿，也是小智的徒弟，我们就叫她小绿吧。狗蛋这边上车睡觉，也到了下车尿尿的时候了。一开门又是这个小绿，小绿说替他师傅招待狗蛋，这丫头居心不良呀，瞧瞧他给我们狗蛋都迷晕了。原来小智是想拿到剑谱，又不想跟西门狗蛋打架，哪知酒里竟然被人下了毒药，小智也被人同样下了毒，当着小智的面就这样把狗蛋和小绿给火化了。小智的绝望可想而知。小智醒来已经是在雪衣堂了，拿到的剑谱竟然是假的。雪衣堂冒充小智盗剑谱，利用小智杀了西门狗蛋，就是想让小智替他们去皇宫找真的星邪剑谱。可怜的小智还在伤怀，此时的小绿却突然出现。小智急切的想知道狗蛋情况，小绿却说狗蛋已经取西经了。小智很是伤心，觉得是自己害死了至交好友。小智是个重情重义的人，不肯相信狗蛋已死，来到小屋前缅怀他的好友。接着二人来见南平郡王，南平郡王说雪衣堂为患武林，小智如果能除掉雪衣堂，也是为江湖做了一件好事。小智说王爷挺会使唤人呀，但是我好友没了，我要去伤心地儿了。王爷也只好批了他的假。接着这父女俩就去见皇上了，瞧皇上这熟络的样子，还拿出了一匣子珠宝给小绿，小绿却不喜欢，只想喝酒。皇上当然满足了他的愿望。接着我们皇上就开始了留守儿童的内心剖白，说他也渴望家人，渴望爱呀，真是有够不容易的。小智这边又收到了雪衣堂的微信，让他出门坐车去雪衣堂。小智无奈，只得乖乖的上了开往雪衣堂的列车。雪衣堂内，神秘人开始下达命令，原来今晚就要他们7个童子联合进入大内，盗取星邪剑谱。完成任务后，去橙色童子马车那里汇合。赤色雪衣已经摸清了巡逻路线，黄色雪衣负责引开大内侍卫，绿花童子负责破解机关，青色童子负责制服
剑术高手。蓝色血衣童子负责打开天机锁，紫色血衣童子负责用灵犀一指快速加出剑谱，同时把假的剑谱放进去。众人这就坐着马车出发了。几人鬼鬼祟祟的下车，迎面就碰上了巡逻侍卫。赤衣童子摘下面罩后，侍卫直接就走了。黄色血衣果然按照计划开始引开侍卫，众人趁机去了内宫。接着是绿花童子破解机关了，瞧瞧这身法，小智给点了个赞。众人跟着青色童子这个机关高手蹦蹦又跳跳，小智这个心地善良的人还顺便救了其他的童子。下一关就是青色童子了，岂料苍穹剑竟然是3个人，青色童子一出手直接就给他们团灭了。蓝色童子开始打开天机锁，不愧是专业开锁，轻松破解。接下来到了我们小智的时间了，小智一出手就知有没有，顺利拿到倾斜剑谱，这几个人竟然全身而退了。小马嘚儿驾就这样把几个人拉到了一个宅子里边，有一个人已经在里面等着了。一回头，我勒个去，竟然是前面已经死了的那个不服血衣堂的人。他说我们喝个庆功酒吧，然后大家就一起game over了。小智揭开他的面具，竟然是大内的黄公公。小智过去了后殿，发现竟然到了皇宫大内，皇上已经被困成小抓筋了。原来平南郡王和小绿这俩竟然是幕后黑手，他们想让小智背上杀害皇帝的黑锅，还要诛他9族。这个大内侍卫统领竟然是赤衣童子，而这个小绿也是血衣童子，他要用小智教他的灵犀一指杀了皇帝，嫁祸给小智。就在他冲向皇帝的时候，没错，被拦住了。原来青衣蓝衣已经被调包了，西门狗蛋和阿星替换了他俩。狗蛋家有一眼泉水可解百毒，所以他才能安然无恙。毕竟除了西门狗蛋，又有谁能一招制服苍穹剑呢？阿星这个天下第一偷，当然能打开天机锁。王爷聪明反被聪明误，为了拿到星邪剑谱，算计小智。王爷故布疑阵，却不料小智早已经发现他们的马匹是御马。御林军对赤衣手斧贴耳，不是宫里的人根本办不到。王爷狠装13的说：“既然你们都知道了，都得死。”西门狗蛋这个威慑力怎么样？看你还装不装了？王爷之所以要得到剑谱，是因为他认为他父王是先皇害死的，他要知道死因。原来当年国家连年征战，想要跟外国签署停战协议，他们要求处死3位王爷。3位王爷为了国家和平，甘心情愿的赴死。但是南平郡王不愿意收手，他觉得都是皇上的诡辩，坚决要杀死皇上。西门狗蛋这个高手，此时神通大显。小智和阿星也动了动手指头，当然王爷肯定是没跑了。最后皇上邀请他们3个在宫中多住些时日，陪陪他这个心中缺爱的留守儿童。小智这个师傅还是很好的，替他的逆徒小绿求了情。好了，故事到这里就结束了。不得不说，兄弟情真的惹人羡。欢迎留言讨论，我们下期不见不散。